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，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，再打開旁邊小鈴鐺，這樣每次有新影片，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也幫我按個讚，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。謝謝大家，我們現在正式開始。OK， 我們今天來聊一個我相信你我每一天都在經歷，但可能很少真的停下來想過的問題：為什麼我們就是離不開手機？你可能會覺得，這有什麼好討論的？不就是生活必需品嗎？等車、吃飯、睡前滑一下，不是很正常嗎？有這麼嚴重嗎？好，在我直接告訴你答案之前，我想先跟你分享一個真實發生過的，而且可以說是相當瘋狂的故事。你聽完之後就會明白，我們跟手機之間的這種依戀，它的強度跟驅動力可能遠遠超乎你的想象。好，故事發生在印度中部，主角是一位叫做 Rajesh Vishwas 的政府官員。有一天，他到一個水壩附近度假，天氣很好，風景也不錯。於是，他就拿出他的新手機，想說來自拍一張，記錄一下這個美好的時刻。到這邊為止，聽起來是不是都還很正常，對吧？就是你我出去玩都會做的事情，非常普通。結果，悲劇發生了。一個手滑，他那只剛買的全新的，價值大概1000多塊美金的智慧型手機，就這樣撲通一聲，直接掉進了水壩深處。這下慘了。我想我們一般人遇到這種事，大概就是罵個幾句髒話，自認倒霉，然後開始煩惱要花多少錢買新手機，對吧？可是這位老兄，他的反應真的不是我們一般人。他不是放棄，他下定決心要不惜任何代價把這只手機給救回來。他一開始也試了正常的方法，先請當地的潛水員下去幫忙找，但是水壩的水又深又渾濁，根本就找不到。這時候重點來了，身為當地官員的他，動用了自己的權力，做了一個可以說是驚天動地的決定。他下令把整座水壩的水全部抽乾。你沒聽錯，為了撈一隻理論上早就進水報廢的手機，他要抽乾一整座水壩。接下來的3天3夜裡，好幾台大型的抽水馬達日夜不停地運轉，總共抽掉了超過200萬公升的水。200萬公升是什麼概念？這個水量足以灌溉超過600公頃的農田，是周邊無數農民整個季節賴以為生的命脈。但這一切就只為了找回那只掉下去的手機。最後手機是找到了啦，但早就泡到爛掉，完全無法開機。當然，這件事也驚動了上級，他最後被停止處分。這故事聽起來很荒謬，但它真實的反映出了一種近乎瘋狂的執着。而且，這絕對不是單一個案例。這種絕望的依戀在全球各地都導致了無數的悲劇。像是在意大利，有位30歲的男子，為了撿回他不小心掉到懸崖一邊的手機，失足從90公尺高的地方墜落身亡。90公尺，那大概是30層樓高誒。甚至現在醫學界跟公共衛生領域都開始把致命自拍，也就是 fatal selfies， 當成一個非常嚴肅的公共衛生議題來研究。因為真的有太多人為了在懸崖、鐵軌這種高風險地點拍出完美的照片而喪命。這就迫使我們必須問一個最核心的問題：到底是什麼樣的心理機制，讓我們跟這塊小小的螢幕產生了如此牢不可破，甚至不犧牲一切的連結？要解答這個問題，我們得先把時間倒轉，從一個將近半個世紀前就提出來的概念開始談起。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，因為它是理解所有現代社群媒體成癮機制的基礎。這個概念呢，叫做流，英文是 flow， 最早是由英國一位非常重要的文化理論家叫做 Raymond Williams 所提出來的。故事是這樣的， Williams 有一次在美國佛羅里達的一間旅館，因為時差睡不着，臨前就打開電視來看。看着看着，他突然意識到一件很奇怪的事，他看的內容好像根本分不清楚現在是節目、是廣告還是下個節目的預告，所有東西都無縫接軌的一直播，就像一條永不停歇的河流，把你從一個內容順順的帶到下一個內容，完全沒有中斷。他當下就領悟到，我們在看的其實不是一個個獨立的節目，我們在看的是電視這個現象本身，這就是流。一種連續的、沒有明確界限的，讓你完全沉浸在裡面的媒體體驗。
好，我們把這個概念拉到今天來看，你看這張投影片就很清楚地對比了以前跟現在的差別。在1970年代看電視，節目有明確的開始跟結束時間，6人行播完了就是播完了，中間插播廣告，界限超級分明，而且是你主動選擇要看哪個節目。但是今天的社群媒體呢，它把流這個概念可以說是發揮到了極致，而且是魔王等級的極致。你的動態牆是沒有終點線的，你可以一直滑，一直滑，理論上可以滑到天荒地老。內容跟廣告被巧妙地融合在一起，有時候你甚至分不出來這是朋友的貼文還是業配。更關鍵的是，下一個出現的內容不是你選的，是演算法為你量身打造的。我們再也沒有節目結束了該關電視了這種自然的停止點，我們全都浸泡在這條由演算法控制的永不停止的內容之河裡面。好的，那問題來了，如果我們都身處在一條永恆的流裡面，那這條流到底是由什麼組成的呢？這條河裡的水分子是什麼？這就帶到了我們今天第二個也是超級核心的概念，叫做情感 affects。這個詞可能聽起來有點學術，但你別擔心，我用一個故事來解釋，你馬上就懂了，而且會覺得哇，原來是這樣。提出這個分析的學者 Ian Buchanan，他分享了一個幾年前他來台灣的親身經歷。台灣是自行車王國嘛，所以他當時非常興奮地跑去台中參加一個全球性的自行車大戰。他腦中想的畫面是會看到各式各樣超酷的、組裝好的、可以馬上騎上路的成品自行車。結果他一進到展場啊，整個傻眼。他說，整個展場幾乎沒有任何一台完整的腳踏車，放眼望去，全都是零件。一顆顆的螺絲，精密的軸承，閃閃發光的輪腹，各種材質的車輪，全部都是零件。他當下就恍然大悟，我們人類的慾望運作模式就跟這個自行車展一模一樣。我們腦中渴望的是那個完整的幻象，也就是一台可以帶我們上山下海超級帥的自行車，這是我們慾望的對象。但這個幻想其實是由無數個微小的、幾乎不會被單獨注意到的零件所組成的。這些最小單位的感覺、情緒或觸動，就是我們所說的情感 affects。它不是像快樂或悲傷這種完整的情緒，而是構成情緒之前的那些微小的感受。比方說，你在 IG 上看到朋友去冰島玩的照片，那不是一個單純羨慕的感覺，它其實是由好幾個 affects 組成的。可能有一絲絲對極光的向往，一點點我也想去的悸動，一份對朋友的祝福，還有一點點自己還在上班的煩躁感。這些微小的觸動就是 affects。 所以重點來咯，你的社群媒體動態牆其實就是那一場自行車零件展，它根本不是一個隨機的內容流。你看到的每一篇貼文、每一張照片、每一段短影音，都是一個被演算法精心挑選過的螺絲或軸承，一個個微小的情感零件。演算法的唯一目的，就是要把這些最能觸動你的零件，一個一個精準地送到你眼前，去建構並持續維持你那個想要繼續滑下去的慾望。所以你的動態牆不是一個讓你自由挑選的自助餐，它比較像是一個為你量身打造的、持續不斷的情感靜脈注射。我們繼續看下去，那演算法是怎麼利用這些情感零件來讓你上鈎的？光是把零件丟給你是沒用的，關鍵在於它呈現給你的節奏。這裡就要介紹20世紀法國非常有名的思想家羅蘭·巴特，他提出的兩個非常有力的概念：知面 （studium） 和刺點 （punctum）。這兩個概念完美地解釋了我們滑手機時那種一下放空、一下又被勾住的心理狀態變化。首先是知面 （studium）， 這基本上就是你我滑動態牆時的預設模式，一種普遍的低強度的興趣。你就是很放鬆的在瀏覽，沒有特別在尋找什麼，也沒有什麼東西真的強烈吸引你，感覺就是哦，這個不錯，還行，一種很舒服、很催眠，幾乎像進入初審狀態的感覺。你的拇指好像有自己的生命一樣，在無意識的滑動，時間就這樣不知不覺的流逝了。這就是知面。你看這張圖的感覺就很像知面的狀態。你滑啊滑，所有的影像、文字都模模糊糊地融合成一片背景，沒有一個特別突出。你的大腦是處於一種非常省電的低度運轉狀態，有在接收資訊，但沒有深入處理。這是一個非常安逸、沒有威脅感的狀態，也是平台希望你盡可能長時間停留的狀態。
但是就在這個時候，突然 ，bam， 某個東西刺了你一下。它可能是一張照片裡你前男友手上戴着一隻你沒見過的表，也可能是一張團體照裡某個人不經意的讓你心頭一震的表情，或是一段文字精準地勾起了你某段塵封的記憶。這個打破了知面催眠狀態的元素，就叫做刺點 （punctum）。它的拉丁字源意思就是傷口或刺痛。它就像一根針，瞬間刺破了你平靜的瀏覽體驗，讓你停下來，讓你有感覺。而這張圖就完美地呈現了這個概念，在整片模糊的知面中，突然出現一個無比清晰、鮮豔的刺點，它抓住了你全部的注意力。這個刺點提供了一個小小的但非常強烈的情感回報，而整個社群媒體的設計就是讓你長時間的處於舒適的知面狀態，同時又讓你不斷期待尋找下一個刺點的出現。這種不可預測、隨機出現的獎勵模式，它的底層邏輯跟賭場裡的老虎機是完全一樣的，所以才會讓人如此上癮。你一直在拉霸，就是為了等那個中獎的瞬間。好的，我們來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。我們被困在一個由演算法打造的永無止境的流，也就是 flow 當中。這個流是由無數個微小的情感 affect 所構成的，而演算法透過知面 studium 的催眠和刺點 punctum 的刺激，用一種不斷交替的節奏讓我們沉迷其中。那這一切對我們現代人的生活到底意味着什麼？這只是浪費時間這麼簡單嗎？我們通常會說，滑手機是在分心，讓我們沒辦法專注在真正的生活上。但法國哲學家德勒茲和加塔利提出一個更深刻，甚至有點顛覆性的觀點。他們說，我們對當下缺乏抵抗力。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？他們認為，社群媒體根本不是讓我們從現實生活中分心的東西，它本身就已經成為了一種新的現實，一種新的生活形態。我們不是在逃避生活，我們是在過一種被數位媒介所重新定義的生活。這張表格就很清楚了，我們正在經歷的不是單純的專注力喪失，而是我們體驗時間和注意力方式的根本性轉變。在舊的模式裡，我們專注於一件事，活動跟活動之間會有無聊的空檔，而注意力是我們自己可以分配的資源。但在社群媒體創造的新模式裡，專注被持續存在於一個永恆的當下所取代。無聊這種感覺幾乎被消滅了，因為任何空檔都會被流所填滿。而我們的注意力不再是自己的資源，而是變成了一種可以被平台捕捉、收割，然後拿去變現的商品。你的每一次點擊、每一次停留，都在為這個系統創造價值。最後，這就留下了一個非常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：如果我們滑手機，並不是在浪費時間，也不是從生活中分心，而是在體驗一種新形態的時間，一種永遠在線、永不無聊的當下。那麼，我們究竟是用什麼去交換了這種體驗呢？我們失去的會不會是那些過去在無聊時光中才會誕生的深度思考、天馬行空的創造力，以及最重要的與真實自我獨處的能力？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。我們從一個瘋狂的老手機故事開始，拆解了社群媒體讓我們無法自拔的3層心理機制。第一是流 flow， 它像一條沒有盡頭的內容之河，讓我們永遠浸泡其中，失去了結束的概念。第二是情感 affects， 這條河裡的每一滴水都不是隨機的，而是演算法為你精心挑選的，能夠觸動你的微小情緒零件，目的是要持續建構你的慾望。第三是知面與刺點的節奏，平台讓我們在舒服的催眠狀態和瞬間的刺激之間不斷擺盪，就像老虎機一樣，用不確定的獎勵讓我們徹底上癮。最終，這不僅僅是分心，而是創造了一種新的現實，根本性地改變了我們體驗時間與注意力的方式。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。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，記得馬上點讚、加訂閱、加開啟小鈴鐺。我們正在衝訂閱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